切菜都切不匀，滚去洗碗。哼，听说这丫头是御厨之后呢，想必至善之机不俗。要是危险到老娘的地位，不行，得把她赶出别院才行。初来乍到，只求安稳立足，能忍则忍，不必刚进门就生事。罪臣之女云章是吧？进我的后厨就得懂我的规矩。这小小的别院，竟然有人敢挑衅陛下的规矩。这些碗冰水洗，不许用灶着，碎一个扣3天例钱。太阳落世前洗不完，就滚去柴房饿3天。拿罪臣之女的身份欺辱我就罢了，竟还要用冰碗脏火把人往死里折辱，真当我是任人揉捏的软柿子了吗？内务府厨役则例第7条，洗刷杂役专司碗碟。掌厨把2班的活全塞给我，是别院改了规矩，还是你竟敢私改宫规吗？在这里，我的话就是规矩。哦，看来掌厨的规矩比陛下的圣旨还大呢。你要是觉得自己能压过内务府的则例，咱们现在就去找管事，把你私家活计当众辱骂宫规的事当面一条说清楚。到时候看看，是我这个罪臣之女先滚，还是你这个掌厨先被赶出别院。这丫头居然把则例背得一字不差，真闹到管事那儿，私改宫规是大过，我这掌厨的位子都得晃3晃，不能跟他硬刚。好得很！看什么看？还不赶紧把碗洗了！这个新来的罪臣之女，根本不是任人拿捏的软柿子。等着吧，今天让你躲过洗碗，明天我让你连下锅的米都没有。拿好，这是今日给你的份额，做菜去吧。这些菜已经腐坏过半，无法入膳，不合后厨规矩。罪臣之女能给你几片菜叶子就不错了，还敢挑3拣4呢？就是，新人别矫情，我们当初掌厨好心给你食材，你可别不知好歹啊！哦，那不知2位为何领的是新鲜嫩菜，唯独我是腐坏脆叶呢？少胡言乱语！食材本就好坏参差，纯属巧合。是不是巧合，大家心里都清楚。不就是烂菜吗？大家未免也太小瞧我了吧？管事每日辰时准会巡后厨查香气火候，卡着这个点做，他自然能闻到。我就不信烂菜叶子还能做出花来。这什么味儿这么香？这真的是那筐烂菜能做出来的吗？食材寻常，却能去腥提鲜，你手艺还不错呀。今日这道菜是近日当季的时蔬吗？回管事，此菜所用是今日后厨分配的腐坏劣质食材。后厨统一食材，为何只有他分到腐坏菜叶呢？可能是今日后厨食材分件失误了。往后食材统一均分，每个人的食材应当一般无二。云舒用心做菜，当月的月例再加2成。李掌厨管事不当，扣当月1成例钱，下不为例。谢管事。死丫头，别以为管事给你撑腰你就高枕无忧了，给我等着！厨艺立身，本心处事，谁也不能随意打压我，克扣我的食材是吧？这可难不倒本小姐我，等着看吧。这地是官地，荒废10年，也轮不到杂役私开。你不怕掌厨罚你私占官地吗？管事已经批了，荒地种出的食材可以补贴后厨用度。这片的板结发硬，寸草不生，种什么都活不了。此地看似贫乏，实则土层深厚，古法改良便可丰产。别忙活了，就这样的地，最后肯定颗粒无收，白白受累。寻常方法自然种不活，古法改土种养，这片地是绝佳良田。大话谁都会说，等到颗粒无收，白忙活一场，我看你还咋说大话。旁人不懂种养之道，正好省去争抢土地的麻烦。我不只要种菜，还要种出专属药膳食材，立足后厨。进过种的种子，再过7日就能破土了。大清早就来伺候你这破地吗？真是勤快的很呐！
我帮你浇浇水，润润土，不用太感谢我。怎么了？心疼了吗？后厨杂役本就该干粗活，谁准你在这种什么菜？长厨来的正好，我正愁浇水费力。你这是什么意思？长厨有所不知，我分深浅2层播种，表层是引你动手的，核心种子全在深处。从你第1天给我堆碗山，第2天给我烂菜，我就知道你不会眼睁睁看着我把地种成，防一手总没错。你是故意的吗？你故意引我来浇水吗？长厨日理万机，我怎敢劳烦您呢？往后我自己教便是。你别太得意，我就不相信你每一次都能有如此防范。他对我的菜田执念太深，日后必还有动作，得加倍提防。今日米饭量少，大家按规矩领。劳烦长厨。新人饭量小，半碗就够了吧？长厨说今日米少，那我前面3位帮厨的碗怎么都冒尖了呢？到我这儿就只剩小半勺了。你不会是要以权压人，克扣口粮吧？新人干的活轻，吃那么多干什么？后厨按劳分配，懂不懂规矩？按疗分配也好，按例分配也罢，都有内务府的定例，厨役则例写得明白。膳食杂役每日口粮100米8盒，不分新旧，不论资历。长厨要是觉得我活轻，大可去管事府递条子，申请给我减口粮定例。没批装之前，这饭是按规矩给，还是按长厨的心情给？今日米确实紧，就这么多，爱吃不吃。多谢长厨。你别介意啊。长厨说了，按劳分配嘛。你活干得少，自然饭少。哦，那正好算算账。今日上午我宰了2筐青菜，切了1筐土豆丝。你呢？你只切了半筐萝卜。按你说的赖劳分配，你这碗饭是不是该分我大半呢？想靠半碗饭就逼我失态，未免太小看人了。地里的菜再有几天就能收了。这丫头软硬不吃，油盐不进，我还是得想个招治治她。正好去采些野菜，试试新的药膳方子。这就长出来了吗？才7、8天，这荒地居然真能长出菜来吗？进种法子巧些，再加上堆肥养土，长得自然快。不过是点破青菜，能香到哪儿去？去看看这香气是从哪里来的。这香气是哪儿来的？机会终于来了。云壮，快把你刚做的小菜装盘，随我去见殿下。管事，我精心备了主菜，何该给殿下呈上我的才是？殿下闻着香气找来的，耽搁了你担待不起。来人，把这些菜都撤下去。这就是方才飘香的菜吗？清淡微甜，香气绵长，许久没吃过这么合口的菜了。这道菜是谁做的？回殿下，此菜乃后厨杂役云庄所制，所用食材出自他自垦荒地。殿下，这道菜只是寻常小菜，不足挂齿。把做这道菜的人叫来见我。奴婢云环参见殿下。
你的手艺不是寻常杂役能有的，师从何处？家传厨艺，自幼习得。自从来到别院之后，奴婢就自行钻研，开垦荒地。家传手艺，难得呀。本王近年来食欲不振，体虚肺寒，调理多年，始终不见起算。你可能制定菜谱，为本皇子调养身子。殿下若信得过奴婢，奴婢为殿下量身定制药膳菜谱，以食养身，循序渐进。这个贱婢竟敢越过我，直接攀堂殿下！从今日起，云壮专为本王调理膳饮，不必再做杂役粗活。殿下，她是罪臣之女，按规矩近身伺候，膳食是我吃，出了问题我担着。御膳房那边，我去通传。你以为这就赢了？这才刚开始。是，殿下。厨艺立身的机会终于来了。殿下所需药膳，对香草要求极高，不能只靠野生的那几株。还好当时抄家的时候抓了一把药膳的种子。草木灰改良之后，土质果然松软多了。采用高低套种法，香草间种在菜畦边，既能驱虫又能省地，正是家传古法。殿下需要紫苏散寒、藿香化湿、薄荷行囊，每一味秧草都是药膳的魂。等这些香草长成，殿下调理的药膳才算真正完整。死丫头，没了这些香草，我看你拿什么做药膳？全给我采了，一株都别留！长厨，万一被查出来，怕什么？这后院连个巡视的都没有，采完就走。事成之后，你那份报酬双倍。看你还拿什么给殿下做菜？没了你这块破地，你就什么都不是。这是谁干的？太缺德了！刚种的苗全毁了。不仅毁了苗，还留下了实打实的证据。哎呀，怎么成这样了呀？是谁这么狠心啊？可惜了这些菜，看来你这地是种不下去了。种不种得下去不好说，但是谁干的，早晚水落石出。这摆明了就是李翠儿干的，咱们现在就去找管事，让他赔。只有一片衣角，没有当场人证，他咬死了不承认，管事也没法重罚，最多骂他两句，反倒打草惊蛇。下次他下手会更隐秘。你回我一次，我便让你再也翻不了身。我不会让你得逞的，李翠儿，毁吧，毁吧，毁了我再种，看你奈我何！让云庄过来。殿下。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没有告诉我？殿下多虑了，只是近日在陇地种菜，难免沾些泥土。种菜？是，后院有片荒废多年的地，管事批准我开垦，今日在翻新田棱，手上沾了泥，失仪了。往后每隔3日，你来书房一趟。跟我讲讲这些药膳方子的原理。是，每隔3日，云庄准时来禀。菜田被毁，我可以重建；食材被克扣，我可以自己种。但殿下给了我信任，这个谁也夺不缴。阿娘，等我站稳几根，一定查清父亲的案子，还云家清白。
踩烂的土层会板结泛酸，寻常浇水只能维持，不能根治。阿娘教我的改土法子：蛋壳灰调酸碱，草木灰松土质，3日见效。那是发芽了吗？怎么可能？那天明明被踩得稀烂。这丫头到底是什么来头啊？怎么又长出来了？我明明让人踩了个遍。长厨，踩不烂，压不垮。你到底从云家学了多少东西？今日午间，别院设小宴招待安国公与平阳侯，这是殿下数月来首次宴客，不容有失。菜式分为6道，李翠儿负责4道主菜，云庄负责2药膳。哎呀，食材不够了，库里就这些，你自己想办法吧。知道了。知道就好，做不出来也别勉强。你的药膳不过是陪衬。不给我食材是吧？正好，我本来也没打算用你给的。尚可，三殿下这别院的厨房倒也不算怠慢。殿下，这些菜式太过油腻了，你脾胃一向虚弱，这些……这道菜是谁做的呀？回国公，是后厨负责殿下药膳的厨艺。药膳没有药味却有疗效，难怪殿下气色比上次见时好了许多。这2道是我日常用的药膳，今日设宴，顺便请2位长辈尝尝。这个厨祖叫什么名字呢？姓云，名商。我花重金置办的菜没人提，竟然全都在夸他吗？昨日的宴席，安国公回去后给宫里递了话。他说三殿下身体大愈，精神焕发，望圣上安心。这是我得病这些年来第一次有宗室愿意替我说话。殿下的身体确实在好转，不是客套，是实情。是你那些药膳的功劳。殿下配合得好，药膳再好，病人不配合也是枉费。圣上有旨，三皇子萧景琰接旨。朕闻三皇子近日身体大悦，精神复振，甚为朕心。今北方军务繁旧，户部督职需人协理，逐三皇子萧景琰即日起参理户部事宜，每3日入宫议事一次，钦此。娘，我们家的记忆没有失传。您看三皇子殿下吃了我们的药膳之后，身体已然大好了。今天的旨意，你看到了吗？看到了，恭喜殿下。你知道吗？从我被遣至别院那天起，所有人都觉得我完了。包括我自己。你的药膳帮了我大忙，本皇子很感激你，但你是罪臣之女，本皇子不能带你离开。但是本皇子听说，御膳房的主管大厨不日就要卸任了，父皇欲举行于御厨遴选大赛，本皇子可举荐你。云庄只是做好本分，谢殿下举荐。往后我要常驻宫议事，饮食不能松懈，你继续负责我的药膳。是。
机会终于要来了。云庄姑娘，今天食材我给你留了最好的，你看这山药多新鲜。灶台我给你烧热了，你直接做就行。殿下才刚回朝堂，有些人就急着巴结了，也不看看这人是什么出身。我好歹能靠手艺让殿下多吃一碗饭，有些人在后厨混了这么多年，连殿下的面都见过几次，还有闲心操心别人的事儿，有功夫嚼舌根，不如练练刀工。不然下次管事分活，你连切菜的位置都站不稳。云庄，你现在得意了是吧？殿下回朝堂了，你的地位也跟着水涨船高了是吧？掌厨，我从未得意过，我只是在做我的本分，给殿下做药膳。本分？你一个谋逆罪臣之女，靠几道药膳巴结上殿下，这也叫本分？你以为殿下真的看重你？他不过是需要一个做饭的。掌厨说的对，我确实只是一个做饭的，可不就是我这个做饭的做出来的菜，殿下吃得下去？掌厨，你做了这么多年的菜，殿下有多吃几口菜吗？掌厨若没有别的事，我先忙了。殿下晚膳的药膳还没开始做。宫宴共12道菜，李翠儿负责8道主菜，云庄负责4道药膳，殿下亲自指定的。这已经是第3次了。茯苓、山药、莲子这些基础药材，为什么每次都没有？这个宴席食材用量大，掌厨那边优先配给，我也没办法。库房不给药材是吧？没关系，山药我自己种了。茯苓、莲子，管事前几次批给我的还有存余。至于党参、黄芪这些大药材，我不用它们也能做出好药膳。你们知道吗？昨天晚上有人看见偏灶那边灯亮到半夜。半夜吗？是谁那么晚还在后厨呀？还能有谁呀？殿下最近用的一些珍贵药材，明明库房有进货，怎么总是对不上数？你是说云柱吗？我可没说是谁，只是一个罪臣之女，平时哪来的那么多好药材做药膳呀？库房又总是缺货。听说后厨那个姓云的偷拿库房药材，不会吧？他不是给殿下做药膳的吗？还敢偷药材吗？谁知道呢？罪臣之女能是什么好出身呐？手脚不干净也正常。你们觉得我偷药材，大可去管事府、去封界处举报。拿着没影子的事背后嚼舌根，算什么本事？库房降账明明白白，我领了多少药材，管事那边全有记录。真要查，一查便知。你们现在以讹传讹，等查清楚之后，按别院规矩，造谣生事者杖20，逐出别院。你们能承担这个后果吗？下次再让我听见半句造谣的话，我直接找管事对质。偷盗药材，好大一顶帽子！李翠儿，你食材上卡不住我，就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是吧？现在还不是发作的时候。宫宴在即，我若此时闹事，反而坐实了做贼心虚。李翠儿，等宫宴结束，看我一笔一笔跟你算。
这就是你想要的效果吗，李翠儿？让我被孤立，让我自己崩溃，让我在宫宴上出差错。可惜，你算错了一件事，我从来就不是靠别人活着的人。我路过，看你灯还亮着，给你倒了壶热水，夜里凉。尝尝。山药要斜切，纤维断的匀，炖出来才糯。你上切山药，全是直刀切，炖出来发柴。谢谢云状姑娘，我以后不跟着他们瞎说了，我就知道你不是那种人。好好练手艺，比巴结谁都管用。宫宴的药膳，我要做到无可挑剔。对了，宫宴的药膳要用到上等党参，我明早来领半斤，你提前备好。想栽赃我偷药材是吧？那我就给你们一个偷药材的机会。李翠儿，你终于露出马脚了。云丈啊，听说库房最近丢了些药材，你不会知道些什么吧？咱们库房丢药材了吗？我最近都在偏灶区忙宫宴的药涮，没注意库房的事。掌厨查到什么了吗？没什么，就是随口一问。你继续演，我也继续演。等宫宴结束，我会让所有人看到，到底谁才是贼。人证、物证都有了，希望管事能当场抓到杂役丙偷运药材。现在只差一件事，我要等一个让李翠儿无从狡辩的时机，就是宫宴。又想秀看河缝金了吗？我已经抓到了杂役丙，你到底有什么打算？今日宴席结束后，请管事来助我一臂之力，将杂役乙带上殿。我能找出真正的偷盗之人。好。李翠儿，你准备了那么久，我也准备了那么久，今天才是真正的对决。药膳，本将是来吃回门宴的，不是来喝药的。诸位怎么不动筷呢？这4道菜才是今天宴席的真正压轴大菜。比上次那道紫苏茯苓鸡还要好。这药膳怎么一点药味都没有？入口甘甜，温润入味，奇妙。真香！本官从未吃过如此好吃的药膳，这菜比前8道都好。管事，趁着大家都在，我要举报一件事：近来库房药材屡屡短缺，数目对不上。我怀疑
有人监守自盗。长厨说的监守自盗，是在指我吗？我可没说是谁。不过库房的药材只有膳房的人能接触，而日常用药材最多的人，大家都清楚是谁。就是，她一个罪臣之女，之前哪来那么多好药材给殿下做药膳？肯定是偷的。我听说后厨丢了药材，正好我也想知道怎么回事。今天宫宴刚结束，我心情不错，所以我给你们一个机会，谁偷了药材，现在自己站出来，我可以从轻处理。若等我查出来，就不是从轻了。云庄，你有什么要说的吗？3天前的深夜，子时刚过，我从偏灶回房，路过甬道，食材库的门虚掩着，里面有烛光。这个时辰库房早该上锁。我看到杂役丙蹲在货架前，把库房里的药材往麻袋里塞。殿下，饶命呐！奴才就鬼迷心窍了这一次，以前的事儿，奴才并不知情呢。你刚才说你不知道吗？那请问，你不知道的话，这党参碎片怎么会掉在甬道的青砖缝里？而且就掉在你从库房到后门的必经之路上。碎屑，你随便捡几片药材碎屑就想诬赖我？那地方谁都有可能经过，凭什么说是我掉的？凭这个，这标签是从转移药材的筐上撕下来的，上面的出货日期是3天前，可库房账档上写的领用日期是前天。管事，库房墙账你比我清楚。库房的药材筐，领用当天撕标签换新，前天领用的药材标签也应该是前天的，为什么这标签写的是3天前？标签日期和项账对不上，差了1天，你解释。我那天确实去过库房，但是我是去拿第2天的配料。拿配料？半夜子时拿配料？管事，后厨规矩，配料是什么时辰领取的？寅时，天不亮，从来没有半夜子时领配料的规矩。你说的拿配料，是寅时的活，不是子时的活。你子时去库房，到底拿了什么？我记错时间了，那天我喝了酒。够了，云裳，你一个罪臣之女，你爹是被抄家的罪臣，你全家戴罪之身，你这种人说的话也配当证据？李翠儿，云壮的父亲是什么人？我知道，你并不知道。管事，带人去搜。殿下，您宁可相信一个罪臣之女，也不相信后厨做了10年的老人。我信的是证据，不是资历。搜，搜不出来的。柴房那么偏，谁会想到去搜柴房？管事带人去这么久了，怎么还没回来呢？你好像很关心搜不搜得到。我当然关心。有人偷盗库房药材，我身为掌厨，自然希望查出真相。那就等着。废柴房里黄旗枸杞，除了药材，还搜出了这个。殿下请看，他不止转移了药材，还一直在偷学我的方子，为的就是参加御厨选拔。你还想偷师去参加比赛？既然想比赛，就堂堂正正的去比，别在背后给本皇子搞这些安杂事儿。废材房里找到的和库房里的药材同一批。
不是我主使的，殿下明鉴，是掌厨，是李翠儿让我干的。胡说！我什么时候让你干过这种事？你疯了！殿下，我有证据，李翠儿给了我双倍工资，银子我藏在枕头底下，上面还有她的手帕，殿下派人去搜就知道。那条帕子是他偷的。掌厨，你不是说他疯了，被人收买了来诬陷你吗？那他枕头底下的银子是哪儿来的呢？帕子又是哪儿来的呢？掌厨，你真的指使他转移药材？那些药材不是云章偷的吗？我们全信了谣言，以为真的是云章偷药材，不止药材，还有谣言。李翠儿让我在各个角落散播云芝手脚不干净的谣言，她说要让云章在别院待不下去。他胡说，你们别信他。你看什么？你以为你赢了吗？你有本事是吧？你做什么都好吃是吧？做呀，再做呀！来呀，再做啊！你不是有本事吗？你不是靠几道菜就巴结上了殿下吗？现在我看你拿什么做！李翠儿，你当着殿下的面砸掉了殿下御膳厨阅的菜，你想过后果吗？放肆，李翠儿！你是不是忘了，本皇子还在这儿呢？其一，库房账与框标签日期不符，说明药材被提前转移。其二，杂役丙住处搜出包银帕子，经辨认确属李翠儿之物。其三，废柴房搜出转移药材麻袋，袋内生生与库房进货批次一致。其四，废柴房里还搜到了这个紫苏之叶。各位，你们都是后厨的人，整个后厨谁在种紫苏，谁会用紫苏？只有云庄姑娘。我从来没有把紫苏枝叶蹭到别人身上过。掌厨，你怎么解释？那布条可能是风吹进去的，可能是别人栽赃，你凭什么说是我的？这布条的布料是后厨统一配发的掌厨围裙布料，这种布料只有掌厨用。要不要把你的围裙拿出来，比一比布料，看看有没有一块匹配的破损？还有这片紫苏叶。杂役甲，你认识这片叶子吗？我不。那天深夜，你和李翠儿一起采了我的菜田。这片叶子上除了泥土，还有你的鞋印。后厨所有人的鞋底花纹都不一样，要不要让管事比对比比？殿下，是掌厨逼我的，他说我不帮忙就扣我工钱，我家里有老娘要养。天哪，我们全信了！我们在洗衣房骂了云树姑娘半个月。我也是，我那天还故意不给她生灶火。我来到这间后厨的第一天，李翠儿就让我洗100多个油碗，第二天给我腐烂食材，后来还踩我菜田，克扣我的药材，散播谣言说我是贼。你们所有人都听到了那些谣言，你们全都信了。云树姑娘，我们行了，不用再说了，以后对我好点，弥补自己的错吧。殿下，证据都在这里，李翠儿的处置，请殿下和管事定夺。云庄告退。等等，这些证据，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收集的？从他第一次踩我菜田那天。你忍了这么久，为什么不早说？因为没有证据的时候说话叫告状，有了证据再说话叫翻案。殿下，
告状的人会被当成麻烦制造者，翻案的人才有资格被听。你去吧。云舒姑娘，昨晚在风口站了那么久，喝碗姜汤暖暖身子吧。谢谢。不用谢。云舒姑娘，你被所有人孤立的时候，我明明知道你不可能偷药材，但我不敢说话，我怕被李翠儿针对。你能这么想，已经比大多数人都好了。下次我一定不会以讹传讹了。云壮姑娘，那天晚上采菜田的事儿，我不知道怎么才能赔你。那些菜苗，那些香草，我赔钱可以吗？从我工钱里扣。你的工钱不是要记，你老娘的药钱扣了你还怎么记？田已经重新种好了，紫苏和薄荷也长回来了。你要是要赔的，但不是赔给我，是赔给你自己。别再做那种自己都看不起自己的事。云壮姑娘，以后你让我干什么，我就干什么。你自己想让自己做什么就做什么，别再无脑听别人的指挥了。李翠儿，德行有亏，律令难容，特下此令，经殿下批示，即日起，革除掌厨之职，逐出皇家别院，永不录用。令殿下责令你在3日之内补齐别院亏空的所有药材，否则抄没家产，尽数充公。你赢了。我没有赢，我只是没输。有什么区别？区别很大。赢是你倒了，我上去了；没输是你倒了，我还在原地做我的菜。我没有想取代你，是你一直觉得我要取代你。你从头到尾不是在跟我斗。御厨选拔我也会去，别怨我输了，但赛场上我不会再输。云舒姑娘，李翠儿走之后，这才半个月，田多了2倍，菜好了3成。我觉得她走了，后厨才真正活过来了。不是他走了，后厨才活过来，是他走了，你们才敢好好做自己。他在的时候，你们做菜是为了不被骂；现在，你们做菜是因为想做好。目的不一样，做出来的东西也天差地别。还真是，我以前切菜，脑子里想的全是别切歪了，切歪了李翠要骂。现在我想的是切薄一点，入味更好。这就是区别。好了，帮我把第11笼的山药挖出来，今晚是新方子。第6次改良，加甘草2片，调和诸药，金线兰之凉与当归之燥中和，完美。御厨选拔，
我一定要去。你看看，从业3年，我才不到1年。殿下已经跟御膳房打过招呼了。你是殿下特荐，不受年限限制。殿下他什么时候办的？宫宴那晚，你端出4道药膳之后，殿下就让人去办了。他说，你这样的人，不该只在别院做一个膳食杂役。今天的羊羹和之前不一样，你加了什么？殿下尝出来了？当然尝出来了。之前的羊羹喝完是全身暖和，今天是安神，喝完想睡觉。而且不苦。加了2片甘草。这个方子会是我参加御厨选拔的正赛菜式。你报名了？是，谢殿下特荐。我不是在帮你，我是在帮御膳房。我是在帮御膳房。宫里那些御厨做了10年御膳，却还不如你。云壮，御厨选拔不是终点，是起点。你的手艺不该埋没在这个别院里。殿下过奖了。不是过奖，是实话。云壮，我问你一件事。殿下请说。你小时候是不是在京城长大？是，父亲出事前一直在京城。你腰间那把骨柄锄刀，我见过一次。小时候我身体也不好，那年我母妃带我去城东药膳铺，给我做茯苓山药羹的姑娘，手里就攥着这么一把刀。给我做茯苓山药羹的姑娘，手里就攥着这么一把刀。那时候我就想问，你刀上的缠枝纹是你家的标记？是，那是我娘给我打的第1把刀。那个小姑娘是我。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呀？因为不知道怎么开口。殿下，你还记得我吗？记得那个站在小凳上够灶台的小姑娘吗？她现在是罪臣之女。我不能这样开口。你父亲云师傅，他是前朝的御厨总管。是。我不知道你父亲为何会被卷入雍王谋反案，但是如果你有冤屈，待你成为御厨之后，本殿下可为你向父皇陈情，给你面圣的机会。御厨选拔不是终点，是起点。你父亲母亲不在了，但云家的手艺不能断。不管你能不能考上，考完以后，我的药膳还得你做。是。这一整筐就挑出这么点儿？大约3成能用，最好的3成参赛指定品种，次好的继续种，继续优化，最差的4成晒干磨粉当底肥。云舒姑娘，咱们到底找什么？野生金线莲，10年难遇1颗。种的药效和野生的比差3倍。御厨赛场上没有人会有这个。就这么几片叶子就能赢？不是赢在叶子上，是赢在别人没有上。赛场上所有人都会带最好的党参、黄芪、燕窝，但野生金线莲只有我有。云丈姑娘，你没觉得咱们带的东西有点少？
够了。名字，从业何处？从业几年？云壮，皇家别院后厨，不到1年。不到1年不能报名。特见。特见，不到1年就能特见，靠关系吧？又见面了。是。你是不是以为把我从别院赶走了，就再也见不到我了吧？没有，我知道你会来。你在别院做了10年掌厨，御厨选拔，你怎么可能错过？赛场上，我不会手下留情。你什么时候对我手下留情过吗？克扣食材，毁田，造谣孤立，你用尽了你所有的手段，结果我站在这儿，你也站在这儿，有什么区别呢？今日出事，规则只有一条，用已有的食材做一道代表你自己的菜。这道菜是你们明天比赛的窍门砖。开始。豆腐、青菜、鸡蛋。姑娘，这是御厨试炼，不是庙里斋堂。你这素菜能代表什么？代表没有肉也能做好菜。年轻人，不知天高地厚。哦，你看他切豆腐，每一块都是一样大小，这刀工没10年练不出来。他说他从业不到1年，不可能，不到1年能切成这样，骗谁呢？你这汤地用了什么食材呢？基础食材是试炼统配的，青菜、豆腐、鸡蛋。汤地另外加了自带的晒干山药片，这是金线灵叶粉，我在别院后山采的野生金线盐自己研磨的。怎么样？小姑娘，你知道我做御厨多少年了吗不知道。？40年。40年里，我吃过不下2000道药膳，这道是我吃过的最干净的一道，没有任何多余的东西。你叫什么名字？云霜。今天比试，云霜的菜品为第一。第一个挑他那道素菜，豆腐、青菜、鸡蛋。哼，你没听到沈大人说什么吗？40年里最好的一道，你没长耳朵还是没长脑子？清蒸鱼，鱼是活的，但你杀鱼的手法太重，伤了肉质，蒸出来口感有损。谢沈大人指教。今日比试第一是那个姓云的，那碗豆腐绝了。小姑娘，我再问你一件事，你这金线莲真的是自己采的？是，别院后山西燕边，一共7颗。我年轻时学药膳，师傅跟我说过金线莲。他说此物种不活，养不成，只能寻野生的。我在太医院借了3本药典翻遍了，都没有找到金线兰的用法。你是怎么知道的呀？家母教的。
明天比赛，我等你。那个金线莲，如果你还有多的，能不能给我几片叶子？我研究了大半辈子药膳，想亲眼看看。明天我给您带一整包。谁呀？没听过。就是今天试炼上那个豆腐青菜，沈大人吃了愣好半天的那个。豆腐青菜拿第一，我做了30年红烧肉，排16，这什么世道？第一，初试第一，名字旁边画了红圈，朱砂的。听说你是第1名呢，恭喜！不过初试只是初试，正赛才是真刀真枪。正赛见。初试第一又怎么样？正赛3场，我就不信你场场都能赢。咸了，但豆腐切的比上次好多了。你们现在已经进步很多了，以后会比李翠儿做得更好。御厨选拔，初试第一，正赛目标御。云树姑娘，你这遮棚搭了2天了，就这几颗金线盐，用得着费这么大功夫？我在这龙金线兰上花的时间，比前11龙加起来都多。从选种到培土，从试酸碱到调湿度，失败了4次才种活7颗。正赛3场，第1场基础家常菜用不着它，第2场药膳要靠它压轴，所以赛前这半个月，一根苗都不能少。你是说，有人会来偷吗？不是偷，是毁。李翠儿知道这龙金线莲对我的意义。柴房里那本偷学的笔记，她比任何人都清楚，金线莲是我最核心的底牌。那得派人盯着呀。管事，我想请你调度一下人手。正赛之前这半个月，后院菜田需要加派职业。你担心有人来破坏吗？这次如果赛前食材被毁，我没有时间重新种，我不想等事发，我想让他没有机会发。好，从今天开始，每夜2个人值夜，前半夜1个，后半夜1个。我安排义和主食杂役甲轮值。另外，云章，有件事我要告诉你，御膳房风纪处前天来人查问李翠儿在别院期间有没有违规记录。风纪处？御厨选拔期间，任何参赛者如果有破坏对手食材、贿赂后厨人员、散播虚假谣言的行为，一经查实，轻则取消单场成绩，重则终身禁赛。谁？什么声音？
把手里的东西放下，站起来。杂异物，怎么是你呀？碱粉，山药最怕碱土，这是种山药的人最基本的知识。你不是误操作，你是刻意为之。我不是故意的。半夜溜进别人菜田往土里埋碱粉，你说你不是故意的吗？是谁让你干的？快说！数天前，杂役在菜田抓住一个撒碱粉的人，那人翻墙跑了，留下了这个，袖套上绣着李，是你吗？不是我，那天不是我。管事，袖套上那个李字是什么针法？这个针脚是返回针，后厨所有人里针线活最好的是杂役物他媳妇儿。返回针他的独门手艺，他媳妇儿和李翠儿交好。我全说，那天翻墙的李翠儿自己，她那是来踩点的，结果被杂役撞上了。她回去以后自己就不再出面，让我来撒。我本来不想干的，可她给了我银子。我家老三这个月生病，他给了你多少？3两。你为了给你家老三看病，帮李翠儿做这种事，如果被查出来，你会被逐出别院。你们家老三更没有钱治了。管事，他的情况还请酌情考虑。在此之前，你照常干活。谢管事，谢云壮姑娘。李翠儿也太毒了，偷食不够还要毁食材。上次采田，这次撒碱粉，下次他还能干嘛？放火？不敢，但他一定还有后招。但他乙粉没毁成，他不会善罢甘休。那怎么办？风纪处能管得了他吗？最好的反击不是在赛前防住他所有的手段，在赛场上用菜赢他。李翠儿，这是第2次了，第1次采田，第2次撒碱，事不过3，正赛3轮，我会让你连输字怎么写都看清楚。正赛第1轮，基础家常菜，24位晋级者，规则如下：统一食材，统一时间，1炷香内完成。得分最高的12位晋级，其余淘汰。题目：这批豆腐含水量偏高，但碱实度不差。压水太重会碎，不压水又太嫩挂不住线，不能用传统酿法，要用脱酿。不挖穿，只挖窝。摸什么摸？豆腐还能摸出花来？酿豆腐的馅要软过豆腐本身，才能外软内更软。行了，清汤不是无味，清汤是把味道藏在水底下，让舌头慢慢找。麻辣味正，但豆腐本身被调料压成了配角。这道菜吃的是调料，不是豆腐。你的汤底昆布和香菇的比例是多少？昆布3，香菇1，再加半成香菇。现在这锅汤，昆布的海味略压了香菇的醇，但手掰豆腐的手法是今天全场最聪明的一个。手掰的端面能吸汤，比刀切的入味。蟹粉拆得好，但你的芡汁是不是勾了2次？沈大人厉害，第1遍我觉得太稀，又加了1次粉。芡汁勾2次，蟹粉的鲜味被淀粉裹住了。第1口有鲜味，第2口就只剩芡粉的厚腻。我问你们4位，一碗豆腐菜要让人记住，靠什么？味道、口感。豆腐本身没有味道，这是它的弱点，也是最可怕的天赋。所以谁能把别的味道种进豆腐里，而不破坏豆腐本身的口感，
谁就赢了。馅料香菇丝条剁的，是。山药是磨的，剁的山药有颗粒感，你的馅料里山药是绵的，姜不是敲的，敲出来的姜汁比切的更匀。你做这道菜是用海带吊汤这种法子，我见过用海带吊汤的人，但没见过用海带吊豆腐汤的人。海带放多了会有腥味，你放了多少？1寸见方，清水1升，海带1寸，文火泡出底味就捞，不留。殿下来了。今天这道酿豆腐，你没用金线莲，没用，做豆腐不需要它。所以第2轮才是你的主场。是，药涮是比食材，也是比基本功，但基本功我已经证明过了。第2轮该上金线莲了。正赛第2轮膳汤，规则：不限食材，不限方子，限时2个时辰，评判标准：口感、创新，3者缺一不可。得分最高的6位晋级决赛，其余淘汰。季师傅的药膳没有短板，每一个环节都做到了教科书级别。和他比，不能拼做得好，要拼做得不一样。花椒处理的极好，一丝腥味都没有。淮山模泥入汤，口感绵密。棋子用鲜的，甜度更高，药效更好。这道菜没有短板。你这道羊羹，羊肉去膻没有用料酒，用了什么？紫苏叶，紫苏和羊肉同焯水，去膻同时增加一层清香。阿娘教的。当归的药味完全吃不出来，怎么做到的？加了2片甘草，当归皂、甘草核、金线莲凉、甘草条。甘草在这里不是一味药，是桥梁，把几味互相打架的药性调和在一起。9点8分，这汤的配伍比刚才那道淮山花椒高了一个层次。党参和黄芪的比例不对，你这2味药都是补气的，补气的药材叠加不是加法，过量会壅滞，病人喝了对脾胃反而是负担。这个方子你是从哪儿学的？家传的。家传方子没把配伍进献传下来吗？7点2分。小姑娘，你那个甘草调和的法子能不能给我讲讲？季师客气了，您淮山模泥入汤的手法我也想学。第一，云章姑娘你是第一，药膳专项第一，太医院的人都夸你。决赛只剩6个人，李翠儿是第6名。她第6，你第一，决赛她拿什么跟你比？不能掉以轻心。李翠儿这个人，她正面的手艺未必是第一，但她背面的手段一定是第一。决赛是压轴宴席，她一定会用尽一切办法。决赛压轴宴席，
不限定食材，不限定菜式，评判标准4个字：无可挑剔。技巧、味道、食材、创新4维评分，缺一不可。另外，风纪处让我通报一件事：初试和正扫前2轮期间，有参赛者涉嫌违规，风纪处调查已经结束。如有实据，决赛开赛前会公布处罚。云庄，决赛终于到了，咱们把这几个月的账一笔一笔算清楚。李翠儿，你觉得我们在算什么账呢？你装什么傻？你靠着八戒殿下从一个洗碗杂役爬到了决赛席，你以为是凭本事吗？李翠儿，说完了吗？说完我说2句。我在别院的时候，你就百般为难我，还偷盗药材，指使杂音，散布谣言说我是贼。你胡说！你有证据吗？宫宴那晚，你当着殿下的面砸掉我整排做好了的菜，然后今晚你站在这里，说我是靠巴结殿下、靠运气才走到今天。李翠儿，你觉得在场这些人他们是相信我还是你呢？老朽做了30年菜，他这2道菜不是靠巴结谁能做出来的，是靠手。你的药膳连党参和黄芪的配伍禁忌都没搞清楚，你不如先回去查查你那个家传方子。明天决赛见真章。决赛6个人，拼的是心。阿娘，明天以后，我就可以告诉所有人都会知道我是云善堂的女儿。初选拔决赛，6位晋级者，压轴宴席，每一位做一道终极菜品，不限食材，不限方子，2个时辰。得分第3名授予御厨衔。风纪处调查结果，鉴于该参赛者已晋级决赛，风纪处决定暂不公布姓名，但保留赛后追加处罚的权利。比赛开始。花椒处理得很好，老哥火候正好，虫草的甘味完全入了汤。这道菜9.6分。这道佛跳桥海味处理得无可挑剔。鲍鱼裹后刚好，海参去沙干净，花椒不腥，鱼翅不断。以海味佛跳墙的标准打分9.4分。李翠儿，你自己尝过这道菜的汤汁没有？不是尝咸段，
是尝层次。闭着眼睛尝。仙，5种海味都出来了。不是5种，是1种。好的佛跳墙，喝一口汤，舌尖到舌根能尝出5种鲜味的先后顺序，但你这一坛只有1种，极度浓郁的1种。你加了什么？我是怕海味不够鲜，加了几滴虾油，不多，就几滴。虾油，虾壳熬出来的浓鲜盖在它们上面，5种鲜味被虾油一统，变成了一个味道，味道就没层次了。你看，你这坛底汤汁浓到挂壁，你以为这是成功？但真正好的佛跳墙，汤是清的，鲜是分层的，喝完以后嘴唇不会发黏。李翠儿，你做菜的手艺很好，但你差了一样东西——底气。你不敢让食材自己说话，这是你做菜最大的障碍，不是技术，是心。各位，御厨选拔，我做了40年考官，今天这道药膳，我10几年前有幸尝过一次，这个味道和当年云大厨做的膳道很相似呢。你父亲可是云乱堂吗？家父正是云乱堂。可惜了，你父亲菜做得很好，但是野心太大，竟然涉嫌雍王谋逆案。老夫且问你，这金钱莲的用量你是怎么测出来的？父亲的事绝对有隐情，我一定要为父亲伸冤。是。这道菜我做了6版。我娘说过，药膳之难，不在药材之真，而在配比之精。方子可以抄，但每一版试出来的差距，只有自己的舌头能分辨。御厨选拔这些年里，满分。御厨选拔决赛最终成绩，第1名云霜，前3轮平均分9.6，决赛满分，总评第1。第2名季师傅，总评第2。第3名张德安，总分第3。第4名李翠儿。李翠儿，风纪处就你破坏对手食材一事等罪名调查完毕，现决定取消你本届御厨选拔成绩，禁赛3年。云御厨，恭喜！殿下谢谢。谢我什么？你的每一道菜都是你自己做的。谢谢您，让我碰那个灶台。从今往后，你碰的是全天下最好的灶台。好好，云霜，40年来你是我见过的最年轻的女御厨。云御厨回来了！咸了点儿，甘草下次少放半片。山药切斜片，不要太厚。但你们已经做得很好了，比3个月前好太多了。3皇子药涮，我找管事，租我房子的那个女人李翠儿，昨天夜里走了，留下一个箱子，说如果她3天不回来，让我把箱子送到别院。她人呢？不知道，留了封信，走了。信上只有4个字。
他用了10年，没走出这个别院，最后只留下了这4个字。也好。下雪天还来菜田，金线莲怕冻，棉罩上积雪太重会压塌遮棚，得扫掉。你知道我第一次在别院吃到你做的药膳是什么情况吗？殿下说，吃完了整碗，是这些年的头一回。不止，是吃完以后，我觉得身体里有什么东西重新开始运转了，不是胃，是别的什么，是好像还可以活下去的感觉。殿下，我在这个别院也差点活不下去，但您让我守住了灶台。父皇说，明年春天就立我为太子，他还说等你赴任之后想见见你，夸你做的药膳很不错。以前在别院，我盼着能好好吃一顿饭，现在要回宫了，我希望往后的每一顿饭都能吃得安心。阿娘，等我的好消息吧。